这才是真正的全能美女，敢徒手在荒野捕捉极品大甲鱼，最终实现大丰收。这操作那真是溜得飞起啊！之前的宝儿已经展现出了多种技能，既能够种水稻收水稻，还能采得一手漂亮的脱粒机，在养鸡一道之上，还能够挖掘地坑，给母鸡打造出一个个下蛋的窝。至于喂养的大肥猪，也是到了出栏的时候，那是被宝直接给出手了，美滋滋搞了一大笔。不过新的养猪计划也是被宝提上了日程，接下来宝将开展新猪养殖工作。另外还有这底下的大宝贝，当地的一种野山参，那可是一颗就是一大窝呀，且看宝是如何收获它们的吧。赶了一个大早，背着背篓的宝便出发了。这一次宝来到的地方可是一处溪流处，不过由于近期干旱，溪流之中的水那是十分的小，里面可是有着不少搁浅的鱼儿。见此状的宝自然是不会放过，毕竟今儿的他正是打算看看能否收获一些渔获。不过在一番观察之后，宝对于手中的鱼儿没了兴趣，因为这条鱼儿的个头太小了。虽然他准备收取渔获，但是重点可不是在鱼的身上，他的目标可是躲藏在石缝深处的甲鱼。这不，10多分钟之后，宝便在下方发现了一只大甲鱼。这家伙躲藏的位置不仅凉快，而且石缝还比较深。好在宝的手够长，总算是不负众望的将其给抓了出来。开局便是这般3、4斤的大甲鱼，可是把宝美的，毕竟这样一只甲鱼的价值可不低。有了收获之后，接下来宝可是信心满满的继续搜寻了起来。然而一连这半小时都没有新的发现。不过正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，这不一只出来溜达的甲鱼可是快速的逃亡了起来。可惜再快的速度也是没有快过宝，被他追上之后，这只甲鱼终究还是在劫难逃，个头比较一般，但是宝还是很开心。紧接着的搜寻之下，宝那是直奔前方的巨石角落处，这个位置一看就是甲鱼藏身的好地方，阴凉且隐蔽。果不其然，宝那可是成功的从里面抓到了一只大家伙。这只甲鱼要比上一只大上不少，宝自然是欣然的将其收入囊中了。而后的一番搜寻之下，宝又盯上了眼前的这块大石板。不得不说，这石板要是用来制作桌面，肯定是很不错的。不过更不错的是，石板下方可是有着一只大甲鱼，个头上估计能排到第2去了。再仔细一看，好家伙，旁边还有着一只甲鱼，这下子宝那可是轻松实现双杀，美滋滋啊，实在是美滋滋。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此时的宝已经是收获到了5只甲鱼，2个多小时的收获，那可以说是极其的哇塞了。不过宝可是没打算离开，而是继续查看这些石缝的下方，毕竟这可是甲鱼最爱的藏身之地。这不，就在这一处石缝下方，宝那可是再次收获到了2只大甲鱼，简直是绝了。而在这一处陡坡上的水源处，虽然下方没收获，但是上方可是有着一只力争上游的大家伙，宝自然是将其笑纳了。最后的宝还在这一处水坑之中摸索了起来，躲藏在里面的甲鱼终究还是没有逃走，直接被宝给拿捏了。当然，像是这只个头十分小的小家伙，宝也没赶尽杀绝，毕竟需要给他们点成长的时间了。再看看宝目前的收获吧，足足的半背篓的甲鱼，可谓是收获满满。而到了这个时候，即便是宝想继续捕捉甲鱼，但是考虑到去到集市的路途遥远，还要回去将湿衣服换了，宝还是离开了。再次出现，宝已经换了衣服，带上了盆子，向着集市出发了。老天下起了雨来，倒是好兆头。这样的话，背篓内的甲鱼活力也会比较的好。宝到集市的点正好，这个点正是买下午菜的时间，周围早就摆满了售卖的食材。而宝也是迫不及待的将背篓内的甲鱼一一的取了出来。这些家伙此时精神头可是好得很，一一的想要爬出大盆子，可惜盆子太滑了。甲鱼的到来也是吸引来了不少的食客，毕竟这玩意大补，不过价格却是比较高，因此不少顾客都是询问下就离开了。但是好东西向来是不缺顾客的，尤其是一些扶着腰的大哥，见到甲鱼可是开心的很，直接盯着最大的一只就要了。这可是宝的开门红，赶紧的将甲鱼装带给大哥，美滋滋的赚了第一笔。而后来询问甲鱼的老哥可是越来越多，毕竟这样的活力俱佳的甲鱼真的是不常见。老哥们少则1只，多则2只的要了起来。这些甲鱼小的有个小2斤的样子，大的则是3、4斤，一顿吃个1、2只正好。好东西就连60、70岁的大爷都吸引过来，而且还是要了最大的1只。果然是老当益壮啊！前后后的来的最多的还是老哥些，一个个的除了要甲鱼外，剩下的都在和宝聊天。果然啊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。最终花费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，随着最后1只甲鱼出手，宝的甲鱼便彻底的处理完毕了。今儿的宝可以说是大丰收的节奏。为此，妹子还在附近的小摊查看起了衣服来，最终选了一件物美价廉的短袖。不得不说，宝真是人美心善，还懂勤俭持家呀。前2日的宝靠着甲鱼那可是赚得盆满钵满，
不过不少人听到之后都去了那里抓甲鱼，最终可想而知。好在宝还有新的门道，这一次的他那是直接来到了荒山野岭之中，准备寻找一种好宝贝。别看这漫山遍野都是一人多高的杂草和灌木，但是宝却是能在里面找到一种好东西。根据植物藤蔓，便能清理出这种植株来。随后的活计便是利用打野刀慢慢的挖掘。这个挖掘的过程可是要小心，毕竟下方的根系是一根根细长的长条，要是挖断了，一来是品相不好，二来是容易坏，到时候可就卖不出好价钱了。毕竟这可是当地的一种野山参，这种野山参的根系十分的发达。看看宝就在这么一棵野山参植株下方，便挖掘出来了一大笼的野山参，还没彻底的拔出来时，估计就不少于20根去了，简直是绝了。当然，量大就意味着它不可能像是真的人参那般的昂贵了。不过这玩意可是要比之前挖掘的山鼠贵不少。最终花费了10多分钟的时间，宝可算是将第一株野山参给挖了出来。看起来那可是一大笼，估计有这好几斤去了，相当的不错呀。第一株就是丰收的节奏，宝自然是喜笑颜开，随后将其装入了背篓之中，接着继续在附近搜寻了起来。其实别看这玩意一颗一堆，但是想要找到也是不容易。这个位置知道的人也不多，关键是不少的野山参，其枝叶部分都像眼前的这一株一般，叶片部分被野生动物给吃了，找起来自然就麻烦了。不过别看叶片部分已经很少了，但是这样的植株才能长期的存活下来，下面的根系自然也就不少了。花费了10多分钟，宝再次完整的收获了一株野山参，而且这一株野山参的个体，那可是要比前一株肥硕不少的节奏。随后的时间里，近乎半小时的时间，宝都没有收获，直到他来到了附近的竹林边上。好家伙，这里可是有着几根枯黄了的藤蔓，别看它枯了，但是架不住藤蔓粗啊。宝那时拿上打野刀，对着地面就挖掘了起来。随着宝不断的挖掘，下方露出来的野山参也是越来越多。果不其然，这一株野山参可是一株大家伙呀，就目前能够看到的，怕是就得有个40多根根系去了，这可是要比前面2株大太多了。而随着宝慢慢的将整一株的野山参给拔了出来后，我滴个乖乖，这也太大了吧！一株怕是就得顶前面2株的总量去了，看得宝那叫一个心花怒放。关键是不止于此，坑内还有着一小部分，大概有个7、8根的山参还没被拔出来，加上它们的话，这一株简直是爆了呀！宝还是太过保守了，带来的背篓那是装满了，顶部还有着一堆露了出来。这回自然是不用继续寻找了，毕竟这般的收获足够的给力了，而且回去的山路也是十分的不好走。然而有时候好运来了就像是窜戏，止都止不住啊！在回去的路上，宝竟然又发现了一颗野山参，本着来都来了顺手就挖了的想法，宝那可是没有放过它。一番挖掘之后，直接收获到了10几根的野山参，可以说是今儿最小的一颗了。小也有小的好，那便是放在背篓上还是能够绑扎好的。一大背篓的野山参，吃是吃不完了。宝那可是赶紧的背着他们就向着最近的镇上前去，最终在熟悉的水果店老板家门口摆起了摊子来，准备在这里出手野山参。之前看过宝采摘菠萝那一期的朋友，大概还记得这个位置吧？当时宝便是在这里出手菠萝的。这里距离前几日甲鱼的集市还是比较远的，宝可是来不及赶过去。不过不少回家的人都要经过这里，加上周围的居民看到宝这么新鲜且肥硕的野山参，那自然是十分欣喜，纷纷上前查看。当然，由于这里不是大集市，因此价格上要便宜不少，出手起来也是比较给力的。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要上个10几20根的野山参。宝的摊位上，不到1小时的功夫就出去了1半左右的量。而随着下班的点到来，前来查看野山参的人就更多了，几乎来看了的都是选了一些带走。随着最后一个大哥将一大堆的野山参打包后，宝花费了不到2小时的时间，便将所有的野山参给出手完毕了。宝便美滋滋想着庇护所归去。这几日时间里，宝那可是大丰收，不仅是甲鱼，还有着野山参，而之前还将2头大肥猪给出手了。于是乎，新增一些猪仔养殖的计划便被宝提上了日程。不过这一次可不是在猪圈内养着，宝准备搞一批半散养的跑山猪。于是乎，今儿他打算利用竹子等材料，在土地上圈出一片区域来。不过这个活计可是不容易，毕竟工程量不小，另外还有小猪仔的来源也是个问题。话说，你觉得宝会成功吗？